芯片巨头英特尔正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The stock was down more than 60%, and the CEO is out. 2024年底，英特尔年度 year-to-date 股价重挫近60%，如今被英伟达替代，移出道琼斯指数，市值也跌破1000亿美元。与此同时，英特尔也面临着接连不断的各种负面消息，沟通一度传出要寻求收购英特尔，还被传出卖厂、裁员、出售子公司，甚至被众多股东联合起诉管理层潜在重大虚假或误导性陈述财报行为。更戏剧性的是，英特尔 CEO Pat Gelsinger 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突然宣布退休，12月1号生效。这个退休时间竟然还是个周日。I don't know how to make it sound any better. Man, I'm going to immediately retire. It just never sounds good, does it? Pat 的退休是被迫还是主动呢？这里面还挺有门道的哈。我们在视频中稍后会详细分析到。英特尔从1991年到现在，已经连续30多年霸榜 PC 市场榜单第一的位置，市场占有率一度超过80%。作为芯片行业的一代引领者，却接连错过了移动化与 AI 的浪潮，落到如今的处境，难免令人唏嘘。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发现，英特尔不仅多次犯下决策错误，董事会由于缺乏技术人才，长期处于短视的自动驾驶状态，甚至腐朽的企业文化也走向扼杀创新的道路。我觉得他这个董事会怎么会这么荒唐哦？我实在是想不通。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硅谷101，我是陈倩。那么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试图剖析一下英特尔怎么了。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英特尔的衰败，而它还能重新崛起吗？我们会从英特尔错过的移动互联网、放弃的 GPU 和 AI 市场、流失的 CPU 主阵营、Pat Gelsinger 重回公司的自救失败，以及更深层次的原因，包括无能的董事会、腐朽的公司文化制度等等方向，深度剖析一下英特尔这座大厦是如何面临崩塌的。英特尔崛起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过去英特尔有3大护城河：设计制造一手抓的 IDM 模式，唯二手握 X86 专利的设计厂商，以及优秀的营销策略。在这3大护城河下，英特尔销量一路飙升，将它护送到行业老大的位置多年。根据多方数据排名，英特尔从1987年开始就进入了全球半导体市场销量的前10名。1991年到2021年这20年间，只有3次跌落到第2名，其他时间一直稳居第一。英特尔市值最高的时候超过5000亿美元，即使在2000年科技泡沫破灭后到2021年期间，英特尔的市值也是在缓慢回升到3000亿美元这个水平的。但是在2021年之后，英特尔股价一路重挫。所以呢，有着如此辉煌战绩的曾经垄断者，是因为什么导致了它的衰落呢？其实英特尔的问题早已经埋藏了10多年。2006年，随着3G 网络的普及，使用手机上网成为了一种时尚，移动互联网时代即将开启。然而，英特尔却与这波浪潮失之交臂，主要原因呢有2个：选错了伙伴，卖错了业务。We're making some of the best products we ever had. 在这一年，乔布斯正策划着初代 iPhone， 希望英特尔能够为他提供处理器。然而，时任英特尔 CEO 的 Paul Otellini 却拒绝了为苹果提供 CPU， 理由只是这门生意利润太低。但是此时的英特尔却忽略了一个因素：未来手机市场的出货量将远大于 PC 市场。那么，英特尔错过苹果这条大船，真的全怪 Otellini 吗？其实拒绝苹果并非他的本意。Otellini 卸任之前，在接受The Atlantic 采访当中回忆到这段经历的时候说道：“虽然英特尔喜欢用数据说话，但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很多时候我都是凭直觉做决定的。我应该听从自己的直觉，我的直觉告诉我要说是。”然而呢，来自董事会对财务数据的压力，迫使 Otellini 不得不拒绝苹果这个大单。因为英特尔它的历史比较长嘛，所以董事会呢这个人员会比较多，然后它的股权也比较多嘛，所以 CEO 讲话的这个分量比较小。随着初代 iPhone 的发布，再加上移动互联网的浪潮，手机逐步替代电脑的地位，成为了互联网最多的流量入口。此时的英特尔也终于回过头来，希望重返移动市场。为此呢，他们找了2个当时的巨头作为合作伙伴，一个是微软，而另一个是诺基亚。后来的故事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失败者联盟的组合。Loser。不过呢，这并不是英特尔错过移动互联网的全部因素因为即使Otellini同意与苹果合作，苹果也会在未来毫不犹豫地转向自研芯片。那么，让英特尔彻底错失移动互联网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2006年 ，Paul Otellini 刚上任 CEO， 就以6亿美元将收购而来的 Xscale 业务出售给了 Marvell， 而 Xscale 做的正是 ARM 芯片。对于移动市场来说，采用精简制零级的 ARM 运行效率更高，功耗更低，显然对移动设备更友好。不过 Otellini 却希望继续压住 X86 架构，理由是 ARM 处理器的利润太低。我们联系到了 Marvell 已经退休的移动处理器业务副总裁洪一琛，他当时就主导了这桩收购案。洪一琛提到说，英特尔出售 Xscale 不只是 ARM 设计板块，而是出掉了整个的手机业务线。当初那个是有他们在英特尔买了一个公司叫 DSPG 的，它有3G 的那个 baseband， 他一开始决定他们不要做这个基带，不要做手机的 business， 所以他就卖给了Marvell。他有个最大的客户，你们可能都不知道，黑莓机。那可是这种公司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这种单一晶片，他们要求什么？它的系统要配合它做。一个手机里面它是只有 AP， 然后 baseband， 然后 PMIX 还有 RF， 而且它中间它的 baseband 跟 AP 之间的这怎么接怎么弄，中软件怎么弄，它整套做绑在一起的。而且那个时候它整个组合就一个最大的客户量也非常非常大，就是黑莓机嘛。所以当黑莓下去的时候，那我这晶片就很难卖了嘛。所以它这个整个 business 下去是因为跟黑莓机下去有关，它不是说买 technology， 然后还要买 designer， 还要买它整个 business。简单总结一下，由于英特尔刚开始不看重基带业务，再加上 Xscale 最大的客户黑莓开始走下坡路，于是英特尔决定卖掉这个未来有风险的业务线。而 CPU、基带等技术都是绑定在一起的，所以必须卖掉整个手机的业务线。除了 Xscale 之外，财务出身的 Otellini 在上任初期也砍掉了很多不赚钱的业务。这并不意味着英特尔彻底放弃了移动市场。2008年，第一代英特尔 Atom 处理器上市，作为英特尔史上体积与功耗最小的处理器，它的热设计功耗在 0.6 到 2.5 瓦。起初是为了小型上网本设计，但也用在了一些手机上，甚至后来特斯拉也采用过 Atom 系列芯片。但是这个时候英特尔又有了新的顾虑，他们担心如果全心投入低功耗的芯片，随着廉价移动芯片的性能越来越强，会削弱利润更高的台式机芯片的需求，甚至会威胁到服务器市场。于是他们有意降低了 Atom 芯片的出货量。最终，英特尔在2016年正式退出手机市场，之前在移动互联网领域投资的100亿美元打了水漂。英特尔1998年推出了首款独立显卡 i740， 但是才过了1年就宣布决定将 i740 的迭代产品 i752 集成在主板上，取消了独立显卡。这卖得好好的，为什么说没就没了呢？那根据熟知英特尔历史的人表示那个时候英特尔的文化里面无法容忍自己有产品不是市场顶尖的。由于 i740 系列没有取得预期的成绩，于是英特尔决定继续专注到它主营的业务上。然而到了2006年，英特尔为了与英伟达展开竞争，再次开启了新的独显项目 Larrabee。那么负责 Larrabee 项目的正是刚被迫退休的 CEO Pat Gelsinger， 当时他正担任英特尔的 CTO。Larrabee 用的不是市场主流架构，而是 X86 架构。由于 X86 架构的功耗更高，发热更严重，单位面积内无法容纳更多的核心，因此 Larrabee 并不被看好。甚至英特尔内部爆出过一封邮件，指责 Larrabee 内部的开发团队就是一群白痴，公司的企业文化全被他们破坏了。到了2009年底，由于 Larrabee 表现不及预期，英特尔正式取消了这个项目。Pat 也在那一年离开了英特尔。从各方消息来看当时他是被气走的。后来在2010年的时候，英特尔自己也承认 X86 核心的功率密度确实不如其他架构的 GPU。往后的10年间，英特尔一直缺席了独立显卡市场，错过了矿潮，也错过了 AI。 When I was pushed out of the company 13 years ago, they killed the project that would have changed the shape of AI。那或许Gelsinger 一直对 Larrabee 是心有不甘2021年回到英特尔之后，他就提出了要重返显卡市场。1年之后，英特尔的 Arc 系列显卡如约而至，但此时的游戏市场格局已定，晚到的 Arc 显卡由于游戏驱动适配不足、生态匮乏，依然没能撼动 AMD 和英伟达这红绿两厂的地位。但就在年底的12月，英特尔卷土重来，又推出了新一代的 Arc 系列显卡，这次能否成功，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那回顾英特尔整个显卡的发展史啊，我们发现英特尔内部呢一直都没有对这个业务呢有足够的重视度。其实早在2005年 ，Ottolini 就提出过想要收购英伟达，但是董事会啊认为这笔收购太贵了，因此呢也是提出了强烈的抵制。除了错过显卡市场外啊，英特尔的另外一个痛就是错过了 AI。2017年，刚成立1年多的 OpenAI 开始与英特尔商议合作。英特尔呢，当时只需要花10亿美元的现金就能够收购 OpenAI 15%的股份。如果英特尔愿意以成本价为 OpenAI 提供硬件设备，还能够额外获得15%的股份，也就是总共30%。结果，相信大家都能够猜到，在2018年，英特尔又一次拒绝了暴富的机会。当时的 CEO Bob Swan 认为 AI 要进入市场还早得很，这笔投资肯定会亏。这个理由看起来有点站不住脚哈。如果你英特尔真的不看重 AI， 那你在2016年收购做 AI 芯片的初创公司 Nervana Systems 又是为了什么呢？有知情人士补充到说这笔交易失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英特尔的数据中心部门不愿意打开降价的口子，从而影响到未来的利润。而英特尔当初错过 OpenAI 的那30%的股份，如今已经价值471亿美元。那既然英特尔有意往 AI 方向发展，他们在收购 Nervana 之后又做了什么呢？2019年8月20号 ，Nervana 发布了 NNPT 和 Nervana NNPI。然而呢，不到半年，英特尔又有了新欢。2019年12月，英特尔收购了另外一家 AI 芯片公司 Habana Labs， 他们生产的 AI 芯片名为高地 ，NNPT 和 NNPI 就此被雪藏。英特尔这也移情别恋的太快了。那么历史呢也是惊人的相似哈。放弃 Nervana 的原因就和当初放弃 i752 和 Larrabee 显卡一样 ，NNP 系列芯片性能无法媲美竞争对手。在收购之后，整个的执行和后面的一个产品路线上面，相对来说都比较混乱。通常来讲公司要收购成功，他对他的这个战略地图一定要很清楚。那英特尔买这2个，我看不出它的战略意义是什么。Gaudi 2, deep learning training. 尽管 Pat Gelsinger 表示，第2代和第3代高地芯片已经有20多家客户，并且预计销售额最多可达5亿美元，但根据美国银行分析师的估计，英特尔2024年在 AI 芯片市场的份额还不到1%。2024年9月中旬 ，Gelsinger 在德意志银行分析师会议上宣布，英特尔将退出人工智能训练市场，转而专注于推理领域。这也意味着英特尔开始退出部分的 AI 市场。2次错过增长点，让英特尔被对手是拉开了差距。但是最致命的是，如今就连过去骄傲的 CPU 业务也开始失手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聊聊英特尔是如何失去了他昔日的骄傲的。英特尔创始人之一 Gordon Moore 非常看重技术的迭代与领先，然而到了2018年，英特尔却在技术上开始落后了。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芯片产业的分工。芯片制造流程主要是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和封装测试。我们熟知的英伟达、苹果、高通、AMD 还有华为等公司都只负责芯片设计，称为 Fabless。Fabless 将芯片设计好之后，需要交给代工厂 Foundry 去生产出整块晶圆，最后交给日月光、ASE、Amkor Technology 这样的公司完成切割、封装、测试等流程。而英特尔与三星这样的公司能自己满足大部分流程，所以被称为 IDM 模式 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 垂直整合制造模式。正是因为英特尔一手把控芯片设计，另一手紧握芯片制造，他们在2005年是制定了一项名为 TikTok 的计划。Tick-tock 是用来形容机械时钟行走时候的滴答声。在英特尔的构想里，每一次 tick 代表芯片制程的更新，也就是缩小芯片面积、提升能耗比、降低发热量；而 tock 则代表着芯片设计架构的更新，让芯片在同样的功耗下进一步提升性能表现。一年提升芯片设计，一年提升芯片制造，就像钟摆一样左右摇荡。这项计划也因此得名钟摆计划。但是到了2016年，正好是制程的发展年，英特尔却从此卡在了14纳米的节点。这里给不了解的观众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制程在芯片当中有很多微小的电路和晶体管，制程就是指晶体管的最小特征尺寸，单位通常是纳米。
制程数字越小，晶体管之间越密集，同等尺寸下容纳的晶体管就越多，或者同样性能下，芯片面积更小，发热与能耗越低。要在这么小的间距内布置如此多的电路与晶体管，就必须依靠光刻机这种工具。在此之前呢，英特尔一直使用的是深紫外光刻机，简称 DUV。那么这玩意儿呢也有自己的精度上限，于是呢业界就需要寻找新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极紫外线光刻机，也就是 EUV。其实早在1992年，当时的英特尔 CEO Andy Grove 就批准了2亿美元用于研发 EUV。就在1997年，英特尔牵头联合 AMD 和 IBM 等企业成立了一家名为 EUV LLC 的公司，来确保美国 EUV 研发界保持团结。后来，甚至为了支持 EUV 光刻机的研发，英特尔还在2012年向 ASML 投入了共计41亿美元。但是呢 ，EUV 的研发进展却不太顺利。2013年 ，ASML 推出的第一代接近量产的 EUV 光刻机 NXE 3300B 的时候依然是面临着光源功率不足，还有良率的问题。当时刚上台的英特尔 CEO Brian Krzanich 就认为 ，EUV 光刻机并不能给英特尔带来经济上的增长，而且英特尔在制程工艺上的技术领先同行有足够的技术实力，于是呢决定继续压住 DUV， 先攻克10纳米节点。那由于英特尔的 IDM 模式呢，只为自己造芯片，一旦新制程研发出来老设备就不再有用武之地了。那这个时候将设备成本平摊到每年的芯片上，就会导致利润率变低。如果能通过改进老设备，就能够降低研发费用，每块芯片的利润率就会提高。但是压住 DUV 的结果就是，2015年英特尔发布第5代酷睿移动处理器，工艺14纳米；2016年14纳米。台积电已经量产10纳米，2017年14纳米，2018年14纳米，台积电已经量产7纳米，2019年14纳米，2020年14纳米，台积电已经量产5纳米，2021年3月14纳米，在2021年10月终于变成了 Intel 7。额外说一句这个 Intel 7工艺其实是10纳米工艺的增强版而正是因为英特尔在14纳米上卡住了6年，导致了被 AMD 反超。2019年第3季度 ，AMD第3代 Ryzen 系列处理器上市，它采用了台积电7纳米工艺，而英特尔还在用14纳米。一向领先的英特尔 X86 系列份额突然大跌近10%，后来 AMD 一度与英特尔打出了4-6开的局面。在制程落后的情况下，英特尔采取了另外一个方式来弥补性能，那就是提升芯片功耗。其实 Intel 的奈米虽然比较慢它其实用的电晶体都很大，他们叫 strong transistor， 他们可以允许它的 transistor 大，所以它虽然几奈米落后，它其实它的速度不会比你慢，但是问题出在它10奈米速度是快，但是还有一样东西是功耗，它功耗就会非常非常大。而提升功耗的代价是芯片发热量会显著增加。那如此一来呢，英特尔将失去一类重要的客户，那就是数据中心。其实这块业务在过去10几年一直是 Intel 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增长点，然后也是利润率最高的一个点。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讲过数据中心将很大的成本用在了散热上，这时候厂商会倾向选择制程更好、功耗更低的 CPU。除了制程问题之外呢，英特尔失去服务器市场还有另外一个技术原因，就是 PCIe 技术的落后。PCIe 是一种用于连接 CPU 和其他硬件设备的高速接口，比如说显卡、硬盘等设备就需要通过 PCIe 这样的桥梁来与 CPU 交换数据。英特尔最新的服务器 CPU 至强 6900P 系列支持的 PCIe 5.0 通道数为96条，而 AMD 的 EPYC 9005系列最高达到了160条。PCIe 的通道数量越多，一颗 CPU 能够带动的显卡数量就更高。在如今 AI 计算普遍转向以 GPU 为主的情况下，显然 AMD 的 CPU 就更适合 AI 市场了。但在业内人士看来并非英特尔不愿意提供更多的 PCIe 通道，而是技术呢已经达到了瓶颈。Intel 呢，它本身我认为它 PCIe 的技术呢掌握的并不好。他会去跟像 Synopsys 这种公司来 license，Synopsys 这种公司它有 license， 但 license 技术你没有办法掌握，他们内部当然也有人了，但我相信他这内部的技术跟少林武当比差太远了。这个当然，我想这个东西你从财务报表可能看不出来，这是从我做技术的眼光来看，我认为这是原因之一，是多大原因这我没办法讲。2022年，英特尔在数据中心的收入份额下跌10%，被以 AMD 为首的其他竞争对手瓜分。
而根据 Mercury Research 的数据，到2024年第二季度 ，AMD 在服务器市场的收入份额为 33.7%， 并且平均售价高于英特尔，控制住了高端市场。就在英特尔出现内忧的时候，外部市场也开始变得恶劣。过去呢，我们一直将英特尔的对手视为 AMD， 但是如今蚕食英特尔业务的对手已经不止 AMD 了。2020年，苹果推出了自研的 M1 芯片，英特尔开始淡出 Mac 的舞台。而在服务器端，巨人们谁也不想受制于人，也纷纷开启了自研芯片的道路。Google, Amazon, Microsoft, Alibaba, these are some of my biggest customers. 2018年底，亚马逊率先推出了基于 ARM 的自研 CPU Amazon Graviton。2023年11月，微软正式上线了基于 ARM 的自研 CPU Azure Cobalt 100。2024年4月，谷歌宣布推出基于 ARM 架构的定制 CPU Google Accent。2024年11月，阿里巴巴宣布自研的 CPU 倚天710已经在数据中心大规模部署。那么除了这些重要客户的反水啊，还有一个曾经的敌人也趁乱杀入，那就是英伟达。在2022年的 GTC 大会上，英伟达推出了基于 ARM 架构的 Grace CPU。随着英伟达 GPU 成为 AI 数据中心的主要设备，英伟达开始在部分产品上将 Grace CPU 和 GPU 捆绑销售，比如说最新的 GB200。同时呢，我们也不能忽略 AI 时代服务器范式的转变，导致服务器的 CPU 市场开始萎缩。就是从一个以 CPU 为核心的一个服务器，转向了以加速器，就不管是 GPU 还是 ASIC 为核心的这么一个范式的一个转变，所以就导致了整个服务器的处理器市场里面CPU 的这个份额在不断的在萎缩。不光是服务器市场，随着苹果自研 M 系列芯片，微软尝试 Windows on ARM 的崛起成了 X86 的威胁。当然，由于 X86 已经积攒了多年的软件生态，特别是一些小众的工业软件要直接的迁移到 ARM 架构下，需要大量的工作。X86 虽然会面临市场萎缩，但是依然呢很难倒下。不过呢，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哈。那为此呢，在2021年的时候，将 Pat Gelsinger 呢是重新请回了公司担任 CEO。那从结果上来看，这项自救计划无疑是失败了。但是罪魁祸首其实并不是 Pat Gelsinger。那么我们回顾一下英特尔的一次次决策失误哈，拒绝为 iPhone 提供芯片，错误的压住 X86， 放弃显卡业务，错过投资 OpenAI， 坚持压住 DUV。那么这每一项的决策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因素，那就是利润。所以2021年，技术出身的 Pat Gelsinger 出任 CEO 回归英特尔的消息一经放出，市场一片叫好。当时英特尔盘前股价就飙升 14%， 创下了当时半年来的最高位。那么这里给不了解的观众简单的介绍一下 Pat Gelsinger 的背景啊。1979年，他在英特尔开启了职业生涯，曾在英特尔的3大掌门人手下工作。他不仅是80486的架构师，还领导过14种处理器的开发项目。Pat 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每次发布会之前还会先做几个俯卧撑，确实能够让人感受到他对英特尔的热爱。同时呢，他对英特尔的问题认识的非常的清晰，并且呢，对外也毫不避讳。We missed the mobile wave. We had like 5 different AI acquisitions we did. Also, to me, those are the 2 monster trends that Intel missed. And we were fundamentally biased to building a great foundry. 他上台之后呢，是重新启动了显卡的开发计划，为此甚至提出要消除英伟达的CUDA壁垒。We're driving a technology called SYCL, an open standardized parallel C, so that we can eliminate proprietary technologies like CUDA. 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一样，英特尔的显卡与 AI 战略都以失败收场。而在消费者领域，英特尔主推在 CPU 中添加 NPU 的 AI PC 也并不被市场看好。AI PC 就是整个概念，我自己个人其实不是很乐观。我觉得很难对于整个 PC 市场能够带来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增长。不过这不重要哈 ，Pat Gelsinger 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拯救制程落后的晶圆厂。外界对英特尔的期待是放弃 IDM， 卖掉晶圆厂，转变为 Fabless 模式，把它晶圆厂拆出来，然后这样把它的设计和它的代工能够彻底的独立开，然后给这2块单独的去控制。然后这个可能是我觉得从一个二级市场投资人的角度来说，看到 Intel 最大的一个投资的价值。Pat Gelsinger 上台的时候就找台积电，然后把它 Fab 卖掉，
它现在就已经这市值至少2、3倍。那么大家希望晶圆厂被拆分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先进制程确实太烧钱了。虽然很多人经常以 AMD 分拆 Global Foundries 之后取得制程领先为理由，认为英特尔也应该拆分晶圆厂，但是 Gelsinger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AMD 作为 Fabless 取得成功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拆分，而是因为台积电的崛起。因此Gelsinger 的战略是一直要保留晶圆厂的 IDM 2.0 模式，而且他在上任之前就与董事会沟通，并且取得了全员支持。但是这项战略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 IDM 2.0。IDM 2.0 主要提出了3个方向的战略：第一，大力建设先进制程的晶圆厂；第二，开放晶圆厂代工业务，并且授权 X86 架构；第三，将部分芯片交由第三方代工厂生产。首先对于在美国建造工厂去追赶芯片制程，各界都不太看好。按照 Gelsinger 的计划，英特尔将在4年时间发展5个制程节点，对比过去中板计划2年1个节点来说，难度非常大。而且呢，晶圆厂的投资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这对英特尔来说是不小的负担。Pat Gelsinger 以地缘政治为由，认为美国需要扶持本土工厂，因此申请了美国芯片法案的补贴作为工厂建设资金。但是业内人士认为，这点补助对于庞大的投资来说依然是杯水车薪。他想拿美国政府的贴补，这个东西是杯水车薪啊！因为你想想看，这台积电的生意1年70个 billion， 政府能给你几毛钱？同时，来自芯片法案的补贴，英特尔也拿得并不顺利。美国政府承诺发放的补贴也是一拖再拖。我们采访的嘉宾认为，政府之所以延迟发放补贴，也是因为对英特尔没有足够的信心。也从美国政治说来，我给 Intel 的补贴，第一是要把这个芯片制造能够回流，能够放到美国本土。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要创造就业的机会、就业的岗位。然后这个也是 Intel 在当时他们要拿到这个补贴的时候，承诺的一些东西。然后但是现在 Intel 又在开始大规模裁员，所以这个至少从这个角度来说，会很难 convince 我现在很大力的去给你去做这个补贴。其次呢，对于英特尔开放代工业务呢，大家也都保持着怀疑的心态，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呢，因为晶圆厂的产量是有限的，那对于客户来说，不太相信英特尔愿意将最好的产线开放给客户，而不是留给自己去使用。第二呢，英特尔它自己也拥有芯片设计业务，本身就与其他芯片设计公司存在着竞争关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让客户放心的将图纸与知识产权交给英特尔。我觉得很难哦，因为你要做 service 这种东西第一个要客户要相信你，把设计交给你。那么第三，英特尔的产线也并不是最先进的，在市面上有更好的台积电可以选择的时候，大家就更不愿意选择连自己芯片都要交给台积电代工的英特尔了。我们这种业内人一听就是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这么荒唐的话会从这个 Intel 的 CEO 嘴里讲出来他说我们要这个跟台积电争这个代工，就是晶圆代工的老大，对不对？你去看看排名，他连第10名都排不上，你怎么能够去跟你这不是有点开玩笑吧？当然，英特尔代工部门还是有一些好消息的。根据2024年 Gelsinger 在财报会上透露的信息，英特尔已经成功接收了全球第2台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 High NA EUV。在此之前，第1台 High NA EUV 光刻机也是英特尔的。同时，英特尔代工厂也获得了来自亚马逊10亿美元的订单。只能说，英特尔值得期待的部分在未来。那么最后虽然英特尔将自己的芯片交由了台积电代工，但是从最终的产品表现上来看，效果也不尽人意。2024年10月发布的英特尔 Ultra 200S 系列采用了台积电的 N3B 工艺，但是根据一些媒体的测试对比上一代使用的 Intel 7工艺的14代酷睿处理器，在多项测试指标中提升幅度有限，甚至在游戏性能上表现出了倒退的情况。只是在功耗表现相比上一代有大幅度提升，但对于一直插电使用的台式机来说，这一点聊胜于无。所以综合来看 IDM 2.0 能否挽救英特尔依然是未知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项战略是正确的方向，只是执行的时间太晚了。我觉得战略本身，我觉得不是一个错的战略，但是可能如果说这个战略放到5年前去实施的话，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
而就在 IDM 2.0 执行未半的时候，这项计划的提出人 Pat Gelsinger 呢，却被强制的离开了英特尔。美国时间2024年12月2号周一，英特尔发布公告称 ，Pat Gelsinger 已经于前一天，也就是周日退休了。这个消息一出啊，是立马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退休的也太突然了吧。那么从各类的信息渠道来看 ，Pat 呢应该是被董事会炒了鱿鱼。虽然说名义上是退休，大家都知道这是解雇，因为最终这个董事会没有足够的耐心。那么从英特尔2024年的动向来看，反映出来当前公司的情况就是缺钱。2024年6月29号，英特尔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为112.9亿美元，而流动负债总额约为320亿美元。8月1号，英特尔宣布全球裁员15%，并且从第4季度开始暂停派息，同时宣布2025年将削减100亿美元的成本支出。9月1号，英特尔宣布计划出售可编程芯片部门 Altera。9月16号，英特尔称要独立晶圆厂为子公司，希望借此引入外部投资者。那么虽然这些动向都反映了英特尔正面临着挑战啊，但不少人都对这一系列动作表示了肯定。因为 Intel 现在对于现金流的一个需求确实非常大，因为它这几年大量的这个资本开支去建新的厂，所以去剥离这些非核心的业务，确实也能帮助它缓解一些现金流的压力。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是大家会更乐观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在 IDM 2.0 下，大力建设晶圆厂确实给英特尔带来了巨大的财务压力。从2022年后，英特尔相继宣布了在美国俄亥俄州、德国马德格堡、爱尔兰莱克利斯普投资建厂。此外呢，还将花费300亿美元来扩大亚利桑那州的工厂，总投资将超过1100亿美元。但根据英特尔的财报数据啊，2021年 Pat 上台之后，研发费用开始大幅度上升，但是净收入和净利润却急剧下降，特别是2023年，净利润率只有 3.14%， 是创下了英特尔30年来的历史新低。同时，英特尔2024年第3季度的财报显示，在公认会计准则下，亏损达到了166亿美元，已经连续3季度处于亏损状态。那么看了这些数据哈，你可能也能理解为什么董事会会对 Pat Gelsinger 失去了耐心。也就是这一次他比较突然的离开这个 CEO 的职位，最大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他自己的这个 IDM 2.0的战略和董事会的一个优先级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冲突。2.0这个战略是需要一个大量的一个资本开支，尤其是在晶圆代工这一个业务。这个会对 Intel 的短期的一个现金流和利润率带来比较大的压力，然后从而可能会导致这个股价上面的一个压力。但是呢，在业内人士看来，造成这样的原因并不是 Pat 没有能力，而是过去的坑留得实在是太大了。过去3年，这3年半所有出来的产品，没有一个产品是 Pat Gelsinger 自己做的，因为硬件我们刚才说了是5年的周期，你任何过去3年的东西都前一个 CEO 做的，所以说当你去说，哎呀，你还不够行，不够好，那你是为什么呢？你是因为看到明年本来要2025年 18A 的东西是做不出来呢，还是因为怎么样？所以说我是觉得他是有一部分是没有耐心。AMD 的 CEO Lisa Su 在问到如何看待 Pat 的离任时，他也表示 Pat 的处境非常艰难。I have a lot of respect for Pat as a colleague. Yeah. So I've known him for many years. It is hard to turn around a semiconductor company. The thing about our industry is that the decisions that you make today, you actually won't see the fruits of that labor for like 5 years. I mean, that's the case. It's like a 5-year cycle. It takes that long to design products, to think about technology, to think about markets going forward. So, I would say it's a tough job. 那这就很奇怪了，英特尔的董事会作为一家芯片巨头最高领导组织，怎么会不知道这些道理呢？在扒开董事会的垂帘之后啊，我们发现此前英特尔11位董事会成员当中，真正有丰富的半导体行业经验的，竟然只有1位，甚至呢，其他的好几位成员都是败军之将。你说对董事会看法，我有2个字，我就是失能哦。那假如说用4个字的话，就失能失职。我们来逐一分析一下 Pat Gelsinger 离任的时候的董事会成员。根据英特尔官网披露的信息，董事会此前有11位成员。
Frank Yeary 作为现任的董事会主席，也是在董事会任期最久的人，在金融行业工作了25年，几乎没有半导体行业经验，同时也曾是 PayPal 董事会成员。James Goetz 风投公司合伙人，拥有软件与存储行业经验，但是没有半导体行业经验。Andrea Goldsmith 作为电气与计算机工程教授，具有丰富的半导体经验，但是行业资历较浅。Alysa Henry 以金融行业的开发者起家，没有半导体行业经验，曾担任过 Square 公司的 CEO， 不过任期只有短短9个月。曾任游戏引擎 Unity 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但是 Unity 也一度四面楚歌。Omar Ishrak 此前担任英特尔董事会主席，2023年1月卸任主席一职，同时也在2家生物与医疗公司担任董事，但是没有半导体行业经验。Sujay King Liu 作为工程学教授，拥有90多项专利，研究重点是纳米级逻辑芯片和存储设备，以及节能电子产品的先进材料、工艺技术和设备，对半导体有丰富的认知，但没有行业从业经验。Risa Lavizzo-Mori MBA 硕士，医学博士，没有半导体行业经验。Barbara Novick 金融行业 BlackRock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没有半导体行业经验。Gregory Smith 没有半导体行业经验，在波音公司工作了30年，担任波音副总裁和首席财务官10年。什么？波音？他们自己都还是一团糟啊！如果你还不知道波音的故事呢，可以翻到我们之前的视频看一下我们讲述的波音困局的那一期啊。Stacy Smith 他曾经在英特尔工作了将近30年，半导体行业经验丰富，但是他担任董事时间并不长，2024年3月才加入董事会。同时呢，他也是 Autodesk 和 Wolfspeed 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可惜的是，这2家公司都被爆出过管理不善的问题。Dion Weisler 拥有计算机公司经验和计算机应用科学学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没有半导体行业经验。我觉得他这个董事会怎么会这么荒唐哦？我实在是想不通。就说你看他的董事会成员里面哦，什么波音公司的波音和 Intel 现在是美国最惨的2家公司啊。还有 PayPal 最近几年也做得不好嘛，还有 Autodesk 这几家公司呢，基本上第一个跟我们这个行业完全没有关系，第二个呢，这几家公司经营都非常惨。我们回头再看看这11名董事啊，懂半导体的只有3位，有行业经验的只有2位，经验丰富的只有 Stacy Smith， 他2024年3月才加入，主要原因呢是接替离任董事陈立武 Lee Buten。也就是说，在 Pat 任期之内，整个董事会的配置里面，从始至终只有1名行业资深人员。在业内人士看来，带领半导体公司运作需要有非常深厚的行业经验与积累。那最重要的是说，半导体要非常深的行业经验，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半导体不像 AI 它是个比较新的产业哦，但是半导体不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们这边叫硅谷呢？就是因为70年前我们就开始做硅，我们的前辈交了无数的学费，这里面有很多的经验，那是你没有经过，你不会了解的。他们在董事会里面根本他也不会去发言，因为他不知道要讲什么。就像你把我送到一个我不懂的行业里面去，你叫我更不知道要讲什么。那么英特尔的董事会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一层一层扒开来说。董事是由股东选举而来，而根据公开数据啊，英特尔的股份超过60%为投资机构持股，也就是说，董事会主要呢会由这些机构股东选举而来，而投资者呢又分为 passive investor 被动投资者和 active investor 主动投资者。被动投资者的机构策略就是长期持有，不会轻易的变动持仓，也不会激进的寻求投资企业的改变。主动投资者啊，则会更加积极地调整持仓，其中里面最激进的就是 activist investor 激进投资者，像华尔街上著名的 Carol Icahn 被称为野蛮人，就会收集股票成为大股东，从而激进地影响公司决策。我们再看看持有英特尔股票的机构，前3名分别是 BlackRock、Vanguard Group、State Street Corp， 他们的持股数量与第4名之间是差了1个数量级，可以看作拥有最大投票权的3家机构。但这3家机构都属于被动投资者，而且排名第1的公司，各位有没有觉得很眼熟？我们前面介绍的英特尔董事会成员 Barbara Novick 就是 BlackRock 的联合创始人。当然，其他排名靠后的持股机构，大多数也都是被动投资者。那一般被动投资者投票的时候啊，都会遵循 Glass Lewis 简称 GL 与 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 简称 ISS 这2家投票代理机构的建议。
问题就出在这儿，大多数情况下 GL 与 ISS 会倾向于董事会的建议，所以这么兜兜转转一圈，英特尔的实际控制权，或者说被外部投资者力量改变的机会，其实还在董事会这里。按照资深芯片领域分析师 Doug O'Loughlin 的描述，英特尔董事会长期处于自动驾驶状态，那么用比较优雅的词翻译过来就是脱缰之马。那为什么没有激进投资者进场来改变这家公司呢？ Doug O'Loughlin 在他的文章中也写到说，他与一些激进投资者交谈过，英特尔已经是船大难掉头，投资进场的风险太高，也就是说，聪明的投资者看到英特尔都绕道走了，留下的就只有保守派。另外呢，我们采访的嘉宾也就董事会成员为什么不主动辞职，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为什么这些董事会呢？他在这董事会还在待着，他也不去辞职，只有一个这个陈立武辞职嘛，就利波淡，是因为道理很简单，他这个董事会呢，每一年是33万到50万美金，就对大部分的这种他的董事会那些成员，我看了一下都不是小钱。为什么？就是说像里面有一个 Berkeley 的教授，还有这个宾州大学什么健康的教授，这教授我跟你讲，他的工资不到20万，你一年给他33万，他每年开4次会，他什么事也不要讲。他就说烂好人，每个事情都点头，那也没什么不好嘛，对不对？ Today's news initially sent shares popping as much as 6%. 在董事会逐出 Pat 的第一时间，英特尔股价上涨了6%，但随后便是连续多日的下跌。那多位业内人士猜测称这表现出了大众对英特尔公司的不信任。当他走人以后，大家第一反应说我可以省钱了，大概这是我的猜想。但是说老实话，大家再仔细想想 ，then what， right？ 就是接下去就因为少掉了他 Intel 何去何从这件事情就有一个答案了吗？要知道他来的时候要他解决的问题，也看不出来有另外一个人能够解决得更好，所以说我觉得现实马上就让大家醒了，这是我的猜想。目前让外界捉摸不透的一点是，董事会到底是要走技术路线还是增长路线？或许这个问题英特尔自己都没有想清楚。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董事会现在是看到了现在战略上的一些问题，会导致这个短期的财务数字比较难看，他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解决这个问题，按照现在这个战略 Pad 的战略去推行的话，就很难。我觉得他们的董事会应该把一件事情搞清楚，他们到底是想让 Intel 要重振雄风，还是怎么个 financial 从一个财务的角度怎么做怎么来，我觉得他们要想清楚。在 Pat 离任之后，有消息称，英特尔正在接触之前出走的前董事会成员陈立武 利布坦，同时英特尔的新 CEO 人选也在考虑芯片设计公司 Marvell 的 CEO Matt Murphy。另外，英特尔临时 CEO David Zinsner 也表示，新任 CEO 将需要拥有晶圆代工的经验。同时呢，英特尔也在接触台积电的高管，看是否有合适人选。此外，英特尔还增加了2个董事会席位，其中一位是光刻机制造厂 ASML 的前 CEO 兼董事长 Eric Mears， 另外一位则是半导体供应商 Microchip Technology 的临时 CEO Steve Sanghi。所以这个就是又是回到这个晶圆代工这一块的一个成员。其实，所以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英特尔现在管理的这个董事会，他们在很广泛的去接触各种各样的潜在的这个人选，但是他们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所以他们现在处在一个没有很清晰的一个方向，想要做改变，但是又不知道往什么方向去改一个环境下。而除了董事会的问题之外，杀死英特尔的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扼杀创新与傲慢的企业文化。那回顾英特尔的种种失败都逃不开几个词：利润率、保守，还有傲慢。华尔街日报也将波音与英特尔一起类比评论到，这2家公司的企业文化逐渐发展为优先考虑财务业绩，而并非工程卓越性。前面我们说到，英特尔最新的处理器 Ultra 200S 系列用上了台积电工艺，但是性能却提升不大。在我们的采访嘉宾看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英特尔的芯片设计部门此前过于依赖制造部门的领先技术，因此变得缺乏进取和创新性了。Intel 的这个晶圆代工在18年之前，它的这个制造工艺一直处于一个绝对领先的一个位置，就导致它的一个设计部门其实是多多少少有点过于依赖自己的这个芯片制造的这个的一个优势，所以
你够 aggressive 或者说不够 innovative 在产品设计中。有分析就认为英特尔的芯片设计团队由于可以利用其曾经领先业界的工艺而变得越来越臃肿和懒惰。可以说，英特尔衰落最不值得被同情的因素就是傲慢与自大。在制程技术陷入停滞的那几年，英特尔推出了14纳米加和14纳米加的改进工艺。英特尔前工程师2018年时发表推文说，自己早在2年前就提出应该使用14纳米加的改进工艺，但是管理层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有猜测说，这是因为管理层对10纳米的推进过于自信，就算自己的 GPU 产品缺乏竞争力，也不影响他们嘲笑英伟达和 AMD 的 GPU 架构为 ugly。在低功耗芯片 Atom 的研发阶段，前 CEO Ottolini 甚至鼓励用户先用 ARM 过渡，等自己的低功耗处理器面世了再迁移回 X86。英特尔当时的移动业务主管 Mark Bell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达过对 ARM 的不屑。他认为英特尔拥有30年的经验优势，拥有比 ARM 更智能的 CPU 核心。讽刺的是，当采访记者 Sebastian Anthony 问到说你是否担心自己领先太多，以至于变得自满，反而无法利用这一优势呢？当时 Mike Bell 的回答是：我们不会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最近有些公司未能保持创新，结果陷入了困境。而如今的英特尔开始成为了曾经的反面教材。其实前2天还跟一个在 Intel 做了应该是将近20年的一个朋友聊了一下，他最近去了亚马逊。然后我就跟他，我提的一个问题就是，至少你今天没看到像你在离开 Intel 时候，这么一个不敢冒险。他说有一个点是很重要的，他说在 Intel 你只要守着自己本来的东西，你就能够保着自己的位置。但在亚马逊，至少在他的部门 AWS 亚马逊云这个部门，他觉得那些 VP 只是做过去2年、过去1年、过去5年，同样的事情。他们的位置保不住的，所以说他必须得去思考一些我怎么去take additional risk， 对吧？就是所谓的冒险一点，否则的话我怎么个去保住自己的位置？多数时候，一个公司大家都是在为自己的位置着想。激励机制的不完善，造就了英特尔高层不愿意冒险的特性。这种遏制创新的文化不仅影响了英特尔它自身的业务，也阻碍了那些被英特尔收购来的公司的发展。Xscale、Nervana、Habana、Altera 皆是如此。Pat Gelsinger 在回顾英特尔历史的时候说道，我在英特尔的惨痛经历当中学到的一点是，如何将一家富有创造力的初创公司纳入麾下，并且对其进行培育，而不是在大型主流公司内部将其摧毁，而这正是英特尔未能做到的。有知情人士透露称，英特尔前董事陈立武 Liputin 离任，正是因为团队臃肿、企业文化趋近保守以及 AI 战略的落后。他当年加入做董事也是因为 Pat 的原因， Pat 没有大刀阔斧的砍掉臃肿的人、臃肿的机构，在执行力上面做得更好。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他是对这方面失望。原本不少人都期望着 Pat Gelsinger 激进的计划能够改变英特尔的困境，但是最终他就像新闻标题里说的那样，他也没能够成功复兴这家美国的标志性公司。那么英特尔的未来到底该何去何从呢？不得不说，现在大家其实都还挺悲观的哈。那假设他是想要找一个人去把这件伟大的公司做好，我觉得这个公司的董事会没这个能力，而且现在谁去做呢？现在我都不知道最优秀的人愿不愿意去接手。至于他们应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他们是要再找一个新的策略了吗？还是要找新的 CEO？ 好像是两者他们都要找，那这个是很难的。那也有嘉宾认为，如果新任 CEO 有足够的魄力，或许能够改变英特尔的困境。就跟 Lisa 叔还没有到 AMD 之前，你问我这个问题一样，最后还是回到这个 CEO。你 CEO 找对人了，我们2年就看结果；你 CEO 找错人，2年以后呢，还是一样的。还有个小道消息英特尔的前董事陈立武曾经提出过要找有着龟仙人称号的 Jim Keller 来当 CEO， 但是被董事会拒绝了。不知道这次他能否被重新提名呢？没有公司会永远伟大，
大公司的通病啊，也许都一样。之前我们做过的波音那期片子里面也说到，当你成为市场第一的垄断者，永远追求利润，但是又不注重创新；当你的掌舵者不再是市场上最有远见的技术领袖，当你的控制者是一群不懂技术、只会维护短期利益的股东的时候，大公司的结局往往都逃不过衰败的命运。而英特尔会就此衰落，还是绝处逢生呢？现在都还是未知数。但是有一点确定的是，硅谷从来都不乏奇迹。曾经的苹果是如此，如今的 AMD 也是如此。英特尔能否创下另外一个翻盘神话，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下一任 CEO 的到来吧。好了，那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你们的留言、点赞和转发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拜。It's a funny industry.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echnology gives you performance improvements, reliability improvements, and cost improvements simultaneously. If you fall behind the leading edge on the kind of products that need it, you fall behind on all fronts. So it's very important for participants to stay on that leading edge.